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大家好，那今天我们将为您深度解读由 UBS 撰写的最新总经，也就是这份报告。对，当您看全市场都在期盼这个降息狂欢的时候啊，UBS 的预测可以说是直接泼了一大桶冷水。真的，他们高度确信 ECB 会在6月11日逆势升息25个基点，把主要利率直接推升到2.25%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带您看懂这场升息风暴背后的真实底牌。其实，在大家都在喊宽松的2026年 ，ECB 却选择踩油门升息，这确实完全违背了目前的市场共识。对啊，这感觉就像车子都快没油了，结果驾驶还猛踩刹车。ECB 到底是看到了什么我们没注意到的数据啊？这个嘛，关键其实就在于 HICP 预估的大幅上调。也就是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嘛。不过，如果通膨真的那么黏，只升息25个基点，听起来不会有点像隔靴搔痒吗？对，很多人的确会这样想。既然要抑制通膨，怎么不干脆一次暴力升息50个基点，直接把预期压下去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但 UBS 在这份报告里评估，单次升息50个基点的机遇其实几乎为零。哦，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目前的状况跟2022年那种由能源引发的失控狂飙本质上是不一样的。市场现在其实蛮理性的，定价大约在23.3个基点左右。也就是说，采取25个基点是最温和、摩擦成本最小的路径咯。没错，那回到刚刚提到的 HICP， 这份报告明确指出，欧元区内部的服务业通膨那个粘性真的很惊人。等一下，服务业通膨粘性是指工资增长带来的二次效应呢？对，就是这个，它正在实体经济中悄悄发酵。让我帮听众厘清一下哦，因为服务业高度依赖人力嘛，当薪资上涨，业者为了维持利润，就会立刻把增加的人事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是的，像是去剪头发啊，或者去餐厅吃饭都变贵了。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难打破的恶性循环，对吧？这就是这份报告担忧的通膨粘性。完全正确，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压力，迫使 ECB 核心官员，像是 Christine Lagarde， 还有 Schnabel 与 Lane 等人的态度全面转阴。但如果在经济已经明显放缓的时候，他们还被迫因为这种粘性通膨而继续升息，这对企业获利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吧？确实是个大麻烦，这也是这份报告揭露的最关键内幕。怎么说？难道还有更糟的？ECB 内部有传言，为了彻底抑制通膨预期，2026年他们至少会升息2次，而且伴随通膨预测上修，官方很可能会同步下修 GDP 成长预测。天哪，通膨上修，经济却下修，这不就把欧元区直接推向滞胀边缘了吗？这等于实质宣告了廉价资金时代的终结啊！没错，所以在这种双杀环境下，一般投资人该怎么调整资产配置就非常重要了。对，如果您手上的投资组合现在满手成长股，这份报告听起来根本就是在狂响警报，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？面对这种双向重力，投资人应该立刻转向具备极强定价权以及高股息防御属性的板块。例如说，像是哪些板块？像是基础设施啊、金融债，还有民生必需品。我懂了，这概念有点像是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。这个比喻很贴切。对啊，因为不管经济好坏，大家出门上班都还是得过站缴费。这些大型权值股有跟通膨挂钩的合约，能把成本转嫁出去，就能提供稳固的下档保护。是的，不过说到保护，这份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警惕2大潜在风险。还有风险，第一大风险是什么？第一，防御性升息可能导致企业信贷链条出现急性断裂。您的意思是，企业突然因为利率太高没办法展延债务，结果引发大规模违约跟失速衰退？对，就是这个机制。那第二个风险呢，则是地缘政策。地缘政策的变数真的很大。没错，如果 Middle East 或是 Eastern Europe 的冲突重燃，带来大宗商品的2次暴涨， ECB 可能会被迫放弃现在温和的节奏，转而采取更激进的手段，这真的不可不防。所以，与其每天盯着大盘涨跌，不如紧盯2个核心实体指标。
官方即将公布的 HICP 预测，还有 Germany 以及 France 的10年期公债收益率变化。真的，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，如果高利率、高通膨已经是全球无可避免的集体共识，您或许该重新检视一下您的投资组合。实体防御力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。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金宇，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